在中共党内敢公开质疑习近平政策的人都有谁？你能说出个名字来吗？不是大家以为的什么胡春华、刘源，那都是海外媒体跟你聊的评书故事，不能当真呐。今天我说一个有据可查的，至少5次质疑习近平。他呢，就是已经被疯传了，被纪委带走1周的楼继伟。今天他是公开露面了，但问题是公开露面就代表他安全吗？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8月8号，这段时间人们都在疯传前财政部长楼继伟被纪委调查了。这个谣言今天算是不攻自破了因为他出席了一个公开活动的论坛，那么大幅照片财新播报了。不过咱们要聊一下，这个谣言之所以能出来，也说明楼继伟不是等闲之辈。如果你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或者说不知道这人曾经说过什么，跟老习有什么深仇大恨，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吧。在中共党内一直有所谓的改革派和这个以老习为代表的这个保守派。楼继伟曾经说过中美是命定的夫妻关系，他呢就是这句话的发明人。这个时间轴呢拉到2018年的3月29号，中美搞了一个圆桌论坛，他就提出来了，中美就是命定的夫妻关系，谁也离不开谁，你可以是对手，但是呢日子还得过。这句话为什么被改开派来流传因为无论是党内的人还是普通中国的老百姓他们都获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虽然说中共本身是个邪恶组织，但是也必须客观承认，改开融入世界的时候呢，让人们过上了那么几十年好日子。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人物他为什么质疑习近平。因为老习上台以后一直是跟他不对付的，一共5次。咱先说第一次吧，在2019年的4月份两会上，他就公开批评这个老习提出来了2025计划。这个中国制造2025是老习上台以后他蓬勃信心，他觉得可以引领世界，要投3000亿大连芯片。你看干了4年，啥事都没练出来，反而让大量的钱呢被贪污掉了。那个基金的董事长包括那个芯片产业基金董事长全进去了。这说明什么问题人家说对了，老习直接吃瘪了。你看这是第一次吧。那我们看第二次2020年就迎来了那个祸害全世界的新冠疫情。这一说什么时候放出来呢？咱不用花时间去聊呢。关键是中国第一个受影响的，武汉封城了吧，很多城市也陆续封城，中国经济造成非常大的打击。而那时候的国家统计局呢，仍然说经济比去年还好。作为这个前财政部长他就公开质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造假不真实，而且是欺上瞒下。你看他作为财政部长，当然知道这个疫情期间很多事儿经济是低迷的，很多老百姓都饿死了。这个时候你吹那个数字，不就是祸国殃民吗？那你说老习什么想法肯定想把他弄死吧。那我们看第三次，到了2021年老习搞了一个所谓双循环策略。那个时候他可能就想要单干了，摆脱这个世界经济，想要自己来玩。他提出来中国是个大市场，我们自己搞内循环然后呢国际搞个那个外循环。楼继伟当时就提出来了，中国必须搞海外的大循环，我们参与其中，然后呢提高互相的依存度，这样你才能过好日子，别人才离不开你，你也不离不开别人，你自己单干这条路是死路，是行不通的，直接对决。好，我们第4次呢已经到了2022年，全国开始加强风控了，对不对？风控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这种风控不科学，影响中国经济，而且严重的损害经济的活力。这句话所有的老百姓深有体会，
饭馆不能开，企业啊你到处都要验码，没有那个绿码的话，你哪儿也不能去。那中国经济它怎么发展啊？而当时敢喊出这句话的人，却是已经退休的楼继伟。你以为这就完了吗？还有第5次呢。到了2023年，他就提出来一个让中共非常不愿意聊的话题，就是中国的房地产的产权归属问题。他就提出来，现在这几年的抗议啊，让中国经济太虚弱了，应该尽快给老百姓确权，然后呢，开征房产税。这个时候啊，咱们必须讲一下啊，中共一直是忽悠老百姓，你们的房子70年产权，过完70年以后，我给你免费续，你老百姓啊才愿意把毕生的钱全部买成房子，而且啊，房子占了中国老百姓资产的70%以上，这是人们一生的一个梦想和念想。我老了以后啊，就指望他养老呢。但是啊，中共心里他就不告诉你，70年以后，他实际上是要给大家再收一次钱的。你很多人老了，这辈子就搞了个房子，你让他再交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再交一次那个费用，很多人是拿不出来的，这种事不能说的。而楼继伟啊就提出来了，应该给老百姓确权，然后呢，你收房产税就行了。你看这几项都实际上扯了老习的内衣了，你说他能高兴吗？所以说这么多年下来，老习一直想办法要弄他，但是一直啊没有特别好的理由。这就涉及到什么呢？这种改开的代表人物，如果你弄得太狠了，最终啊可能会引起党内很多人的反对。因为在中共党内，只要一提这个改革派，人们很多人想到的是温家宝。确实，温家宝在当总理，尤其是卸任的时候，3句话让现在人们都服。我感觉啊，包括这习近平都得服。第一句话就是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那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第二，已经取得的成果反而会得而复失。第3句话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会重演。你现在所有人回忆，你看温家宝敢说吧？当然了，后面他的接班人李克强说的也很厉害，比如说人在做，天在看。又讲了，改革开放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而且呢，长江黄河的水不会倒流。但人现在发现啊，实际上已经在倒流了呀，大家在快步的进入朝鲜模式。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海内外的媒体啊，都希望改革派能继续扛起反习的大旗，不仅是体现在口头，而且要付诸行动。但是咱们必须客观的讲，在中共的体制中，给予党魁的权力过大，它是党政军和意识形态一把抓的。一个人你只要离开了这个岗位，无论原来是正国级还是副国级，你就失去了对权力的掌控，尤其是强制权力的掌控。如果你再反，是非常难的。之所以说四人帮抓捕的时候能够成功，那是在特殊时期，元老他曾经在军队中有雄厚的支持力量，而且华野王本身俩人就是军队的。但现在这种气候啊，它并不存在，所以中共的改革派目前也只能体现在口头上。强力机构，无论是公安、国安和军队、民兵、武警，你不掌握这些东西，要造反呢很难的。但要掌握这个东西啊，可能就需要有人啊冒着掉脑袋的干罪过要去干了，而这个东西恰恰是最稀缺的勇气。好吧，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如果对于这件事你有自己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共同探讨。明天再会。